工会的旧址，里边有一个叶剑英题的廖仲恺牺牲纪念碑。这边是省港大罢工纪念馆，这个就是城隍庙。我的右侧呢就是将军府，其实现在就是广州的迎宾馆啊，就可以像以前晋南王耿继茂建的晋南王府在这里。现在我的身旁呢就是光孝寺啊，就是广州这边最著名的寺庙。斜过人民路啊，这边呢变成了龙津东路啊。我的身后呢就是陈家祠。大家好，我从越秀南路这边过来呢，立马看到我的迎面就是一个大的广场。我记得这边曾经围蔽了很久的一个地方，原来呢它是一个红色的纪念地啊，团一大旧址，就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啊第一次召开全国会议的地方，在1922年5月5号在这个地方召开的。这个地方它重新进行了一些修复。中华全国总工会的旧址，里边有一个叶剑英题的廖仲恺牺牲纪念碑，那应该也是一个红色的纪念地啊。正好看到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东西呢，我就稍微转一转啊，骑行门前打卡。这边呢还有一个比较古色古香的建筑，这边是省港大罢工纪念馆。省呢就是广东省，港就是香港，曾经在历史上发生过大罢工这样的事件。讲究的。这些马路呢，我都没有怎么来过。前面应该是德政南路。
这条德政南路呢，也是一个典型广州老城区的内政马路啊，现在变成了单行线，但是两边呢，底商还是开了很多的跟居民生活有关的商店。现在骑过人民路，在德政中路上在骑行一段。將個牌照啊！现在呢，我骑过了中山四路，沿着中山四路呢，向中山五路的方向骑行。今天呢，纯粹就是逛逛广州的老城区，尤其是这第二段的骑行呢，基本上都在老城区里面穿行。从越秀南路经过德政中路，来到了中山四路。但以前这些呢，都是广州最旺的居民区。更换了一块电池，我现在呢，继续在中山四路向中山五路的方向骑行。这条中山路呢，是广州应该是最繁华的街区。当然，这个指的是很多年以前。那现在呢，无论是从它的风格、装修，还是实际的兴旺的程度呢，都已经不能和天河区那些新的商业区域相比了。但是呢，这也留下很多广州人的美好的记忆啊。所以今天呢，我在老城区穿行啊，还是愿意骑一段中山路。
了这边呢，就无论如何要在这个城隍庙门前停留一下，所以呢，今天我不打算进去了。以前每一座城市呢都有一个城隍，就是老百姓当中心目当中能够守护他们城市，给他们带来好处好运的这么一个知名人物。这个就是城隍庙。而我的边上呢是南越王博物院曾经到里面也去参观过，就是以前的明朝一个将军带着兵来到了南越这块土地上，结果呢虽然占领了这边，但是秦朝被灭了，所以呢他就自己称王，就成为南越王，传了好几代人。这边呢是他们以前的皇宫的所在地当然这都是考古发掘出来的一些遗存。这里呢还留了一些这种骑楼，但其实呢仅仅是留了一排而已因为里面呢就是南越王博物院。你看这些橱窗里面呢都是广东的一些文化方面的宣传这里介绍的除了文化以外呢，还有很多的美食这边呢是南越王博物院的一个门，但是入口呢应该是在另外一条马路上。这边呢可以看到北京路步行街就在前面了。好，我们呢继续回到中山四路上来骑行。左侧呢就是北京路步行街上次专门去走了一通，那边还建了一个大佛寺这边呢依然是广州的商业旺地，也有很多本地的百货公司，但是从现代化或者说时尚的角度来看呢，就稍稍有一些没有像就这种更新的区域的看上去那么时尚从这边开始呢就叫中山五路，中山路呢从中山一路一直到中山八路影好好睇。
现在我面前这一片小山坡，这个绿地公园呢，叫人民公园啊。因为这边呢，其实就是清朝的衙门所在地，当然民国的政府也在这里，广州市的政府呢还是在这里。据说前几年呢，有一些官员啊，他为了要让这边的公园变得更加的开阔，就把很多的老榕树呢砍掉，种了一些其他的可能更容易开花的树，结果呢遭到了老百姓的不满，一状告到中央，最后呢有10几位官员落马，所以他们本身呢就是想要做一些对上面啊有交代，能够拍马屁这样的事，结果谁知道呢？拍到了马腿上，结果反而还丢了官。这条呢叫府前路啊，那可以想象这是什么府呢？就是政府的府，右前方呢就是市政府。像我这个就是好就好在此。你不可能让龙哥去。很少到这边来啊，但这里呢，其实就是广州的中轴线。市政府大楼门前装修得非常漂亮啊！你看那个政府的大楼呢，真的就是一个大的王府一样的存在啊！你停留一下看一看。政府门前呢，就是一个大公园啊，这公园还是非常不错。你看，还是残留着一些老榕树。这里就是人民公园，单车不让进啊，那我们就在这边随便逛逛好了。这应该是我时隔几十年啊，再一次从广州市政府从这个人民公园里面穿行而过。现在呢，我左转到联兴路上，反正都是老城区的马路啊，随便怎么逛都可以。就看到左侧这个人民公园里面呢，虽然也补种了很多的树，但从那个树干来讲的话呢，真的都是一些小树，起码要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变成像那种老榕树那种粗壮的枝干，所以真的不容易的。那些树都长那么大，为了某种考虑把它砍掉，真的是不得人心的。
现在呢，我右转入中山五路啊。少几10块钱你。现在呢，骑过解放路吧。这里开始可能就是中山6路了，右侧呢就六龙路，左侧是光孝路。因为呢这边有六龙寺和光孝寺，那我们先到六龙路去转转吧。中国的老城呢，从古到今啊，格局基本上并没有什么变化。最中心区域呢，就是政府所在地，以前呢就是衙门，边上呢有很多的官僚的住所，各个部门。然后呢就是商业的城区，这个城区里面呢一般都有这些庙宇啊等等文化的设施。你看啊，我的右侧呢就是将军府，其实现在就是广州的迎宾馆啊，就可以像以前晋南王耿继茂建的晋南王府就在这里。马路的左侧呢就是六龙寺。我推的车也不大方便进去吧。在那边有一座很高的六龙塔，很漂亮的，以前曾经到里面去转过，但是今天呢就匆匆路过就算了啊。在六龙寺的后面呢，有一条小街，叫仓前街。这条街道呢恢复得还不错啊，到里面来骑一段，感受一下这种老街区的风情。
这条呢叫海珠北路，有一些年久失修的马路这样的样子。原来呢，前面就是西厂内交了。好，那我在这边就掉头回去。如果看我视频的朋友当中啊，有曾经在广州生活过的朋友，或者呢本身就是广州人，那你对我镜头前面的这些老城区的样貌应该会感兴趣啊，或者你对中国这种老的街道、城区，虽然有些地方呢已经跟不上时代的步伐，但是它就是中国人啊，在这样的城市里面繁衍生息，祖祖辈辈啊就离不开的这种地方。我觉得呢还是会有兴趣来看一看啊。其实我也是抱着同样的这样的心情到这些地方来逛一逛，同时呢把它记录一下啊，也给大家做展示分享。对。现在呢，我又回到了中山六路上来骑行。因为我知道呢，这个附近还有一个有名的寺庙，就是光孝寺。那这条路呢，就是光晓路，就是我现在转进来的这条马路啊，光孝路。左侧呢是基督教光孝堂，所以这条马路呢不但是有古老的光孝寺啊，据说跟六祖有关。
但同时呢也有西方来的这种基督堂。以前应该也跟大家分享过，我在广州行医的很多年里曾经服务过很多的各界人士，其中当然也包括广州的一些佛教界的人士，其中有一些呢都是非常知名的显赫的大和尚，我觉得也算是一种佛缘吧。我不是信徒，我对佛教呢也没有那么痴迷，但是呢我尊重这种文化他们代代传承下来的这种佛教的文化，我觉得非常不容易。就任何一个事业能够像佛教这样去经营的话，一定成功，因为这个里边真的是不计荣辱，完全就是靠着坚韧不拔的毅力才可以把这个教把这种佛教文化传承下去。现在我的身旁呢就是光孝寺就是广州这边最著名的寺庙，应该说它的级别比刚刚我们经过六龙寺还要高。那今天非常热闹这边呢可能要扫码才能够进去当然我今天也没有想要进去，以前曾经来拜访过。好，那么今天就作为我一个打卡点，到这边驻足来打卡就好。门前这条路呢叫净慧路，就非常有佛意的一条马路。你看这个边上的这种香烛店非常之多，有信徒们呢会买一些这种香花等等去献给菩萨，来表明自己的心愿马路边上呢也有很多大排档，这是广州特色。这边有一些餐馆干脆呢就播送的这种送佛礼佛的乐曲，再次骑过中山六路这条马路叫纸行街，就是卖纸的一条马路吗？看到这边有一条马路叫光塔路不知道还有没有一座塔遗存着，想进来看一看。
原来这边还有一座寺庙，叫怀圣寺。感觉左侧的这一片区域还是非常的漂亮，怀圣遗迹。但边上呢是一个回民历史文化研究会啊。那我想象呢，这边应该是清真寺吧。是广州市的伊斯兰教协会在这边。我看到这边清真食品里面的营业员呢，都是新疆面孔、少数民族面孔。怀圣呢，就是指的怀念伊斯兰教先知啊，穆罕默德这个意思。大家可以看到，这有一座塔，这个塔可能就是光塔吧。这个塔呢，看上去啊，没有什么东西啊，连窗户都没有。就是插向天际的一座塔，这边呢也有一些雕塑啊，主要讲的海上丝绸之路这样的一些事迹。所以广州的文化呢，一直是比较开明的这种文化。所以我就突发奇想，这边还有一条小马路，叫仙林巷。穿出去应该有一个五仙关，一条很有生活情趣的小巷子，一起到里面来转转啊。广州第三中学在这里。看来都是一些很老的高层的房子啊，我看很多都已经加建了电梯。这边已经到了惠普西路了啊，但是我不知道那个道观在哪。这里呢，一看就是有古建筑啊。你看到这边非常漂亮的这种古建筑的模样呢，原来啊，对面是叫南岳先贤馆，有以前的老领导吴南生题的字。在这边稍微转一下，眼前呢是五羊仙迹啊。就五羊城呢，就是说以前从北方啊，就是有羊衔着这个稻穗啊，来到了这里。当然这是一个传说，所以五羊城也叫穗城。原来这边呢，就是根据清代五仙官牌坊照片旧貌重建的一个地方，但这里面好像也在进行维修，并没有完全的开放啊。好，我现在呢离开我身后的五羊仙迹，还有先贤纪念馆，
顺着这条惠福西路呢继续骑行。这条惠福西路呢向前就变成了龙津西路。骑过人民路啊，这边呢变成了龙津东路啊，不是龙津西路，是龙津东路，几十年都没来走过的马路了。从这边开始呢，应该就是荔湾区的龙津街道。从刚刚的越秀区那边过来啊，到荔湾区应该是无缝连接的，就街区的风貌啊，呈现的这种市容应该都是一样的。马路两边呢有很多的餐饮店，应该有很多都是本地的老招牌、老字号啊，但是对我来讲呢，都不是特别熟悉。虽然呢是老城区啊，你看这个右侧呢也有现代的这种商业中心。现在呢我已经在康王路上了，因为我要去打卡另外一个这边的宝藏式的旅游景区，叫陈家祠。其实呢是陈家不仅仅是一个祠堂，也是一个书院，培养他族内的那种子弟的地方。陈家祠呢，在这条中山路和康王路的交界处。但是也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到这边来呢，它都在进行重修、重建的过程啊，永远好像都没有停止过。
到这边来呢，交通非常的方便，因为陈家祠的地铁站就在边上。现在我面对的呢，就是陈家祠的正门，看到非常宽的这个房子，应该比我们在番禺沙湾镇看到的那个刘根堂啊，这个面宽可能更宽一些。这里面呢，其实都是一个院落啊，非常不错的一个古建筑。最漂亮的呢，就是它房顶上的那种各种雕花、各种造型的人物啊，就这些真是非常珍贵的艺术品。我的身后呢，就是陈家祠啊，也叫陈家书院，这是广州保存最完好的古建筑。那现在呢，成了大家到这边来打卡旅游的一个好地方。那以前呢也来过很多回啊，今天呢只到这边，我也就来打卡而已。靠近马路的广场边上呢，有一个牌坊叫古祠流芳。今天呢，就是纯粹在老城区里面骑车闲逛，就打卡一些老的，可能现在叫景点啊，其实就是一些古代传统的文化遗存，从六龙寺、光孝寺到那个伊斯兰教的光塔，还有一个纪念五羊五仙的一个纪念地，当然也有一些新的建筑。其实广州呢还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文化遗存，只不过呢我们是在这边居住的外省人，没有像本地人对他们的文化感受那么真切。当然我们也时不时会带一些亲朋好友到各处转转，领略一下岭南文化。我觉得跟中国文化一脉相承，还是非常值得保存、值得尊重的这种文化的遗存。好，结束了这陈家祠的打卡，现在继续沿着中山路向西。我相信这边呢应该要接近中山七路了。不对，已经过了中山七路，现在已经到了中山八路上了，也就是中山路最西面的这一段。这边呢依然是老城区的模样啊。其实过了中山八路呢，那边应该就出广州了，就是佛山市的辖区了。你看看啊，这边呢也是热闹的老城区的景象，热闹程度啊不输中山4、5路。我已经基本上骑完了中山路了，在这边呢我就左转。
这边呢有一条叫半塘路，我就转进来。前方呢应该是半溪酒家、荔湾湖公园等等地方啊。那我觉得今天第2段已经骑得够多了，那我就在想，我就先结束这一段路程的骑行和分享。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我们下一段接着骑行，接着分享，一会儿见。